和日本合作的事情，清华被骂了快半个月，这事儿得说清楚。大家好，我是肖一华。在本月初，日本媒体对外爆料，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将在7月份和中国清华大学在天宫空间站共同进行火箭发动机的基础研究实验。随后，这条消息引发全网轰动，很大程度上因为火箭发动机这一类几乎同等于导弹技术的合作研究，和当前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甚至准备并入北约体系的国际事件产生了舆论上的化学反应。原本想着这事儿可能要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如今清华大学被骂了快半个月。对于这样的愤怒的确可以理解，也应当被理解。一方面来说，因为在3月份日本刚刚禁止中国人去自己的航天所，另一头中国却准备让东京大学的人进入我们的天宫空间站，研究的还是火箭发动机，妥妥的军工核心机密领域。另一方面，日本人远程打击领域一直得不到突破，就是部分几个关键点出现了问题，而且本身中日关系现在就很危险。日本那边铁了心跟着美国，现在帮日本如果把这个技术给搞上来，损失的不还是我们自己吗？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说清楚，对这件事情的愤怒也好，指责也罢，但直接给清华扣帽子说卖国也是有点气过了头。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这次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和国际多国搞合作，弄天宫空间站合作实验室是在2018年就定了的事，之后各国申报评审一环环的下来，是经过大量检查和考虑的。而载人航天办公室有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里面也有多个航天领域的专家，哪怕清华真的想做什么，也应该是早就发现的事情。既然没有问题，合作项目依旧被通过，这也说明相关合作内容的机密性和重要性并没有外界猜测的那么多。另一个需要明确的事情是，清华大学是中国的顶尖学府，但顶尖学府是不是就代表着在航天航空领域拥有大量重要机密的航天技术资料？这其实也得打个问号。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这次清华大学和东京大学合作的火箭发动机领域，清华大学并不是核心研制单位。另外，这次天宫空间站搞对外国际合作，本身就是打开大门的搞合作，学美国搞政治门槛反而不合适。毕竟现在中国在争的是国际高科技合作领域的领导力，如果效仿美国，又如何能和美国争呢？拿一些边缘性领域和日本人合作一下，就当千金买马诂吧。回到最开始的话题，清华这次因为和日本合作的事情被骂，其实并不太合理，只不过大家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直骂下去，甚至演变到扣帽子骂汉奸的程度，还是不合适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互联网上一提到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清华，就有负面的条件反射，或许也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老被骂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